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文30岁，来自江西电子商务；女嘉宾小林29岁，来自广东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！谈了几年恋爱呀？2年多。谈了2年多了。据说已经准备结婚了，对吧？是的，我为这事一直闹矛盾。今天咱们就把这些矛盾慢慢的说一说。就买房这个事来说，我们现在在深圳工作，然后我老家是广东惠州那边的。惠州，我就要求他在惠州那边买一套婚房。多大面积？我不要求他买那么大的面积，只要在他能力范围就可以了。哦，买了吗？因为现在本来是手头不充裕的嘛，但是因为这个事情一直吵，我也没办法就妥协了，交了个首付的嘛。他14年的时候在海南也买了一套房的，作为投资了。在海南有房子。对。哦。我就叫他，你可以把海南那一套房子卖掉，把海南的房子卖了，在惠州买房。对对，之后他就左凑右凑的就买了。那房子卖了吗？房子没卖。买了还说什么呀？但是买了他就好像我欠了他一样似的。哦。后面还为了这个房贷这个问题啊，说这个压力太大了，然后要逼我辞职啊。让你辞职干嘛去啊？跟他一块干那电商，然后我对他那电商的我不太熟悉，我是做文职的，逼我辞职我不肯辞，他就要求我每个月交3000的生活费，我每个月就5000的工资。然后交给了3000，他就说我大手大脚的。行，惠州的房子写的谁的名儿？2个人的名字啊。惠州的房子一个月房贷多少钱？3000多点。哦，就等于房子的房贷是女生在还吗？是。首付是你付的吗？这小子算账算得挺精的啊，你说说看。行了，房子的事情听清楚了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彩礼怎么样啊？现在不是说谈到结婚这个事吗？啊，结婚。但是他一直都没有主动向我们家那边提亲。为什么不去人家家提亲？先把这房子的事搞定先，去他家也有面子嘛。啊，挣了钱把房子的贷款都还上，再去提亲。大概还欠多少钱啊？按揭的话30-40万嘛。你打算用几年挣了这个钱还了再去提亲啊？也就4-5年的时间都可以搞得定。就4-5年以后再娶她，是这意思吗？也是一直没有计划这个事，他催一下我就会动一下。听见没有？他没有计划娶你，是你催着他才动一下的。不是我催着他的，是我们之前已经谈好，计划是在明年了。然后他说我会花钱，叫我的钱给他管，他每次花的钱比我还要多。这不是焦点问题了，姑娘挺傻的。你想嫁给他吗？他这些态度，我就不想跟他结了。啊，为什么买了个房突然就变了卦了呢？说明年要结婚的事儿，这些事儿都不提了呢？因为是一直压力大，然后做电商，我是叫他辞职跟我一起干，不要分开的嘛。他又不辞职，我就找他一些事。因为平常的那些开支的嘛，都是我这边承担的，深圳那边消费也高的嘛。你没回答我的问题，为什么买了房子反而不结婚了呢？你买房子是不是为了结婚呢？是的，而且商量的是明年结婚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怎么买了房子到这个婚事儿不提了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本来我们私底下说好那10万块的，什么10万块的礼金啊？哦，买套房子还要交10万块的礼金。每个女人结婚都是必须要的啦。哎呀，你们是假女人吧？你们没有礼金吧？然后他在这10万块钱打我的小算盘，说这10万块钱你们父母那边肯定会给我们2个过小日子，想把我这10万块钱拿去做资金周转嘛。听懂了吧？周转就是因为有了房子，还没闹到最矛盾的，还希望去提亲，提亲有10万块钱的彩礼钱，是这意思吧？男生想说钱可以提过去，你再把这个钱拿回来，咱们做资金周转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啊，你不同意啊？我肯定不同意啦，这个礼金给跟没给都没区别啊。他不就想周转了之后，周转了之后还还给他们家吗？还，我回头可以慢慢还上的吗？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话。你们知道我们这节目叫什么吗？爱情保卫啊。保卫的是爱情哈。对。但是我怎么今天很恍惚啊？我没听到爱的滋味啊！你们俩来干嘛来了？我们之前相处是挺好的，就因为结婚要准备这准备那，就引发一些矛盾，然后平常家里面一些小事情都能吵起来啊。等于现在房子是买了是吧？结果发现感情没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他之前不是这样对我的，追我的时候咋样就都可以依我的，
但是现在他的态度变了。说白了，等于手里还是没什么钱，对吧？对，压力大不大？大。他压力大，女生还在按自己憧憬的梦想来构筑未来的生活。你说实话，你还有10万块钱下彩礼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就是下彩礼的话，我如果不向家里要，你只能借。将来如果我又要去还这个钱，又要还这个钱，到时候更加压力大嘛。你了解他这个心理吗？我了解他，但是他没顾我的感受。对，就每次你说一下你的感受嘛。就每个女人要房要车啊，该有的都有，但是到我这边他都说压力大怎么的，要他一直为这个事，好像我欠了他一样。听明白了。老是拿着这事。女生觉得心里不平衡是吧？虽然你给我买了房了，但是你对我不好，我也不是他对我的光要你态度不好，就没以前好了。啊，所以你也不想结了是吧？所以这个婚我也不想结了。那如果他按原承诺，买了房，下了10万块钱的定金，你明年还愿意嫁给他吗？还是要考虑一下，哦，因为他的态度变得太快了，明白了难以让我接受啊。啊，通过买房这件事情，你觉得这个男生，你都不想接受他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女生现在对你很失望，你觉得委屈不委屈？不委屈。为什么不委屈呢？可能是有时候我是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，有时候比较自私嘛。然后我有时候看他周六周日闲的嘛，我会叫他去做些我打理我店铺一些事情，做客服什么的嘛。不是两个人就应该同舟共济嘛？你们欠了那么多的钱，又想生活过得好，你为什么不能在周六周日时候帮他一下呢？我帮他干的时候，他不满意我，他说我回复客户回复信息的太慢了，对客户的态度也不好。所以我不知道我听明白没有？男生是想挽留女生，是这意思吧？你是想离开是吗？你想跟他分手？我不是想离开，我是想考虑一下。好吧，你们看怎么整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氧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做生意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哈，上进心。但是做生意是放到工作上去，不要放到家庭生活当中来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房子，票子，混成一团以后就乱套了。我听了半天就是房子，你来付首付，其他的部分现在目前来讲，不管这3000块钱干嘛了吧，反正他交了3000块给你，我们理解为他可以来付这个按揭。然后呢，这个工作你让他辞职过来帮你，目前来讲其实你并没有打算付他工资，对吗？然后彩礼是到他们家10万块钱走一趟，再回到我的手里来，怎么听来听去都是在做生意，就感觉特别不好。我觉得你可能根本就不想娶她，只是说一个30，一个29，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，所以哎呀，就凑合着娶了吧，是这样的一种心态。如果不喜欢，咱就别凑合。你有跟他算计的那些时间，咱不如好好琢磨琢磨这个淘宝店，这个电商到底怎么样能做得更好。你跟他在这儿计算，跟他家里人也在计算，这样的婚姻不舒服，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开始。我觉得这是你的一个状态跟心态，凑合这2个字。对于女生来讲，恨嫁嘛，因为我到这个年纪了，爸妈也着急，我也着急，而且其实不光他在计算，你也在计算，你老惦记他另外一套房子干嘛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他压力太大了，所以叫他那一套房子卖掉，然后重新买一套这样子，我就想分担他一些压力嘛。那是你在分担还是他自己在分担呢？那个压力是你给的，对吗？你并没有帮他分担呢。但至少把海南岛那一套房子卖掉了，然后重新买一套也不会。那是人家自己的，人家的婚前财产，他自己会有这个决定和支配的权利。他现在我明确表示了，他没有那么想要娶你，所以他才不愿意嘛。听懂了吗，姑娘？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这件事情。但是这个婚姻，即使你们将来办了婚礼，也就是凑合。打算办婚礼吗？打算的。打算了。好好办呀。卖是有考虑过卖，但是说现在这个不是时机嘛。就是我觉得你们俩，如果这段婚姻是以计算为前提的话，那么将来有一天一定是以算计来结束。所以如果这样，不如不开始。祝福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周琦老师。为什么你总是在和别人比较，而没有去想想
你对面那个人，他的状况怎么样？你觉得是跟别人比较不输别人重要呢，还是这个人重要？我这不是对比，这是该有的应该有吧？该有的，什么叫该有的？谁规定的？彩礼是什么意思？一个姑娘的身价吗？一个男人在婚前买房，而且愿意写2个人名字，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。那你说彩礼，而且他也给出了方案，这个钱我可以去借，借来你不是要面子吗？你们家过完之后，我再把这个钱还掉，我觉得也是个方案。但是你所有说的话都是我计划怎么样，别人是怎么样，应该是怎么样，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你对面这个人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。你在乎到底是什么？我还是问你这句话，你在乎到底什么？是这个男人呢，还是你的面子在乎他对我呢？好呀。这10万块钱给了你就对你好，不给你就不对你好吗？我一直认为夫妻的2个人的物质基础是应该有的，但是有了情感，使我们可以容忍一些物质上的不足。如果情感没有办法让我们忍受任何物质上的不足，哪怕是细微的一点点的，那我们就要质疑这份情感到底是为什么？爱在你心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？夫妻在你心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？家庭在你心里面到底代表了什么？我不是很清楚你是怎么想的。不要看这个男人还欠着你什么，想想这个男人已经为你做了什么，这是我想说的事情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来，严老师。我刚才就在想，这个小伙子肯在结婚前自己拿钱买房，写2个人的名字，然后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说，那我们能不能我凑这10万给你们家，然后这钱还给我们共同偿还一些债务。我还以为你会说，哎，这是个方法啊，我们你看钱也不够，又要面子，对吧？那你10万拿来。愚蠢的女人才会把自己标一个价格，没有自尊的女人还会去讨价还价，聪明的女人绝不讨价还价，是男人认为你是无价的。幸福不是得到的更多，是计较的更少。你要是计较起来没完没了，你成天都郁郁寡欢。他今天把海南的房子卖了，还了你们的房贷，给了你们彩礼，请问房子要装修吧？要买家电吧？连婚姻都进不去，你们俩自己考虑吧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来，请关门，千万不要拿给不给你孩子准备彩礼，会不会买房这件事来考验他们俩是不是真的相爱。因为当我们拿金钱来考验人性的时候，人性往往都是脆弱的。好了，接下来就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。请开门，请开门。哟，他们俩可以吧啊？对，恋人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请亮灯吧，啊，来，送给你们，谢谢2位，祝幸福，许辉。